原来只有上海是用甜的。继上次我带太太体验了上海必去的景点之后，大家好像都有所不满，还有评论说上海的在地导游怎么会带太太只去一些去烂了的地方。所以作为一个称职的上海导游，我决定带太太去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——百货公司。这里有2次元的动漫活动，超可爱的 Luffy 展览，拿到了限量版的护臂。自己拥有，谁管它闯不闯？一只悲伤的青蛙，一棵圣诞树，我还带它去吃了我最爱的美食——极光香鸡。这可是台北、上海双城第一，而且我真的在1个月内把2个城市都买了，是不是超级死忠粉？而且听说 LA 也开了，我打算再带太太去解锁第3个城市。在我快乐的带太太逛了1圈回到家，我爸妈又惊讶的看着我，所以他们马上请太太上按摩椅舒缓一下心情，然后又带着我们去吃了神奇的羊肉吃到饱，这里竟然还可以租衣服穿，然后就带着我们去泡汤了。有各种花色的浴袍可以选择。我爸还带着太太体验了传统技艺中式搓背。从热汤出来之后，有一个巨大的榻榻米可以休息看书。饿了还有东西吃。吃完我们就转移到了高处的小床上继续玩，这里是有不同的地方可以睡觉的哦。第3天，这一天我要去 renew 我的驾照，所以要重新考试。考场的旁边有一座巨大的百货公司，所以我又已经决定好了当天的行程。上海的驾驶证3天后取，外省的驾驶证3个工作日之后再取。酒驾了有没有？时间到了没有？时间还没到啊。现在多喝一点，等到了就不要喝了，好吧？所有的考生，我们都有2次考试机会，也就是说，万一你第1次没有，在我紧张忐忑考试的时候 ，Ted 竟然反击了。他决定自己做功课来当我的导游，所以考完试之后，他自豪地拉着我来到了七宝。七宝古镇建于北宋时期，传说最早是陆机陆云的后人在这里建了家祠，名叫陆宝院，就是大写的6。后来5代十国吴越王在这里巡游的时候呢，送了一本《莲花经》多了一宝，就变成了七宝。七宝古镇既有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，又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内涵，还有超多的美食可以品尝。看的七宝美食推荐。第1间顺昌人寿灌蛋，这是一个很考验手艺的小吃，要先把肉馅灌到鸡蛋里。来，灌蛋可以尝尝看，灌蛋好吃的啊！来，非遗小吃，来现做现卖的灌蛋。滚蛋！超大一颗，爽滑薄嫩的鸡蛋包裹着肉米、香菇、笋丁，配上这鲜美的紫菜高汤，一口超满足的。第2间老五葱油饼，这是一间人见人夸的葱油饼店，葱油饼先炸后烤，把油完全都烤出去，只剩下焦香酥脆的外壳，还有满口爆汁的葱香。就一口爆汁，全都是葱香的感觉，才叫葱油饼。
常推荐。第3间四如春里脊肉，我觉得还蛮大份的。很像纹理的肉，一口撕开，是直接可以撕开看到肉质的。肉鲜嫩爽滑，配上孜然辣椒粉，完全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爱里脊肉。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吃过里脊肉，一定要来吃里脊肉的。第4间西宝老街汤圆，哦，它每一种馅它捏出来的形状不一样，所以它才可以区分。这个我猜是肉的，好大，你看，它比汤匙还要大。它的皮是很 Q 很软的那种，是一吸嘴就爆开。皮薄肉多，肉是很实在的那种，就是很紧实的肉。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点油脂在里面，就是那个鲜汤的汤汁在里面。那个汤圆的皮真的很糯。QQ 滑滑的皮，让你觉得每一口都在亲吻你的唇间。第5间七宝老街臭豆腐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海的臭豆腐，臭豆腐。上海的就是偏方形，然后会加甜面酱这样。外皮脆脆的。台湾是配高丽菜，上海是配香菜。你看。上海的臭豆腐还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辣的，另外一种是甜的。原来只有上海是用甜的。哎呀，你尝尝看。我觉得是香豆腐。对，我觉得它不臭，我觉得有点像是炸豆腐，但味道是不错的。因为葱段跟香菜都是新鲜切好的，所以整个口感都非常的清新爽脆，再配上甜甜的甜面酱，超级好吃。最后是这家抖音网红美食辣哭饼。是长这个样子，超大，里面有肉末、豆腐、豆角，装满着一整个饼。因为它有不同的馅料，你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。所以既有肉香，又有嫩嫩的豆腐跟脆脆的豆角。感觉饼包不住那个馅。辣。辣，微辣一定不太行。我觉得青豆有加分，真的是脆脆的。对，这好辣哦。不辣吗？一点点。哇，一定会哭哎！我明天早上会哭吗？你可能会哭。大家少放一点辣，还是很好吃的。辣到不行啊！吃完这个饼，我们就撑死了，所以这支影片就只能到这里了。你们觉得哪个导游比较称职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答案。那当然，如果有其他好吃好玩的地方，也欢迎给我们推荐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